好端端的怎么会有蛇呢？你把雄黄粉撒到它身上，然后用钳子把它夹出去。快去啊！好。贤妃娘娘救我！主，你小心！救我！救我！贤妃娘娘，快救我！你没事吧？贤妃娘娘，这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条蛇呢？贤妃娘娘，嫔妾觉得困乏，便想在暖阁里休息，就没叫其他人伺候在侧。不成想，忽然从梁上掉下条蛇来，把嫔妾吓坏了。那是条毒蛇，要是咬着你了，你们母子都不保。可是这好端端的宫里怎么会有蛇呢？多谢贤妃娘娘救助，要不嫔妾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贵人快喝口水压压惊。喝口水。今儿是惊蛰，想必是什么蛇虫鼠蚁都出来了。贵人孕中怕冷，供着的炭盆暖和，也是招蛇虫呢。怎么了？好痛！主儿，怎么了？痛得快去找太医。是。怎么了，宜贵人？肚子疼。别着急，肚子疼。去请太医了。把这角落里多撒些石灰和雄黄，还有你们这墙根底下、梁柱上都好好查看一遍，可千万别再跑出条毒蛇来了。奴婢请皇上、皇后娘娘万安，请嘉贵人安。起来吧。宜贵人呢？我们主正陪着宜贵人呢，太医也来过了，说宜贵人母子无碍。很好，很细心。奴婢谢皇上夸奖。如意，臣妾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宜贵人如何了？这怎么会？又是遇蛇，又是腹痛，听得本宫心惊肉跳。说来也怪，不知为何，从梁上掉下一条毒蛇，吓得宜贵人牵动胎气才腹痛。太医也来看过了，如今喝了安胎药睡下了，应无大碍。俗话说惊蛰到蛇出洞，今儿是惊蛰，遇蛇也是有的。宜贵人有孕不适，今儿个又遇到这样的事情，这实在怕动了胎气啊。皇上，宜贵人怀有龙胎，此番受了这么大的惊吓，实在可怜。臣妾听闻蛇乃至阴至毒之物，骤然侵扰景阳宫，怕有什么不利啊？皇后的意思是，景阳宫靠近玄穹门，地气潮湿，若是往后再有蛇虫鼠蚁惊扰了龙胎，那该如何是好？且景阳宫现在正在翻修，依臣妾所见，不如将宜贵人迁居别宫居住。迁居别宫？这一时间打扫出别的宫院，只怕是宜贵人也住不惯呢。若是宜贵人愿意，臣妾宫中倒是可以暂住。皇上来了。别起了。臣妾今天受到这番惊吓，真是怕以后再也见不到皇上了。你别胡说，朕还盼着你为朕诞下一个皇子呢。皇后啊，宜贵人本是你宫中的人，让他挪去长春宫居住，有你照料，朕也放心呐。是。皇上，臣妾有事禀告。方才臣妾与皇后娘娘于协芳殿过来，正是因为二哥病着。皇后娘娘，如今二哥病得正厉害，您哪里还能分心再去看顾宜贵人呢？永莲病了，要不要紧啊？怎么不早些告诉朕呢？
都怪臣妾疏忽了照料，还请皇上允许臣妾将永莲先接回来照料。待永莲痊愈了，臣妾再将永莲送回协芳殿。是啊，皇后娘娘，既然分心无术，不如先专心看顾二阿哥。哎呀，若是没有贤妃娘娘，恐怕宜贵人今日也不能完全了。依臣妾看，不如就由贤妃娘娘先为照顾宜贵人吧。贤妃娘娘本就替皇后娘娘协理六宫，行事又贴皇上的心，由贤妃娘娘照顾，最为合适不过了。皇上，今日幸得贤妃娘娘沉着，帮臣妾驱赶毒蛇，否则真的不知道臣妾肚子里的孩子会怎么样。不过，臣妾是断断不敢在这儿住下去了。贤妃，你意下如何？皇上，臣妾未曾生育，不知该如何照顾有孕之人啊。你说的也是朕的顾虑。虽然贤妃未曾生育过，但把大阿哥照顾得多好啊！若是如今连贤妃娘娘都推脱，不敢看顾龙胎，那这宫里恐怕再也没人敢担这个职子了。贤妃娘娘可是怪嫔妾从前言语失礼，今日得贤妃娘娘救助，嫔妾满心感激，还请贤妃娘娘能看顾一二，别叫嫔妾再住在这里了。如意，皇上，臣妾即刻回去将偏殿收拾出来，供宜贵人居住。宜贵人还不要嫌简陋才好。怎么会呢？以后可要叨扰贤妃娘娘了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你和三宝把东暖阁收拾出来，宜贵人很快就搬过来。奴婢会好好收拾。宜贵人怀着龙胎，延禧宫上下一定要小心照顾。这个自然，宜贵人这样的好福气，奴婢自然会小心。姐姐，海兰，姐姐，今日在景阳宫受惊了吧？你消息倒是灵通。坐。如今宫里个个都盯着景阳宫呢，有什么风吹草动不知道的？往后这宫里的眼睛得盯到延禧宫来了。姐姐的意思是说，一个景阳宫就足以引来毒蛇。往后宜贵人迁宫了，这延禧宫岂不会成为蛇虫鼠蚁纷至沓来之地？我正担心这个。姐姐别担心，你看，姐姐，你看，这些是什么草？这个是薄荷叶、艾叶，还有半枝莲，都有驱虫辟邪的功用。我想着做一些香包挂在延禧宫里面，希望可以驱邪避灾。你也觉得宜贵人遇蛇十分蹊跷？是啊，你想宜贵人遇喜，人人都伤心呢，怎么会突然出现毒蛇，又这么恰好就落在宜贵人的住处？姐姐，今日若非你沉稳，宜贵人他们母子的性命便很难说了。是啊，是巧。皇后娘娘恕罪，臣妾擅作主张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内情。你主意倒大得很，说来听听。臣妾知道，皇后娘娘关怀宜贵人，想接宜贵人到长春宫居住。可皇后娘娘细想，到底是二阿哥要紧，还是宜贵人母子要紧？二阿哥得的是孝正，须得在您身边细心养护。可这宜贵人孕中娇弱，心里说不定多介意呢。
若是到时闹出什么不快来，皇上也只会怪罪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又何必将这种苦差事揽到自己身上呢？更何况宜贵人受到惊吓，日后必定会日夜折腾，反而影响了二阿哥养病。皇后娘娘今日抛下二阿哥到景阳宫去看望宜贵人，皇上已深知您的贤惠了。嘉贵人所言极是，奴婢看皇上对二阿哥上心，定是会常来长春宫探望。这也是皇上与娘娘修好之机。若是宜贵人夹在中间，反倒诸多不便。再者，万一宜贵人有什么差池，那也是贤妃的不是，与娘娘无关。那可不成，皇嗣要紧。若是宜贵人这一胎是个皇子，本宫定要亲自抚养。赵姨太呢？啊，赵姨太去协芳殿接二阿哥了。林星正在将偏殿打扫出来，以供二阿哥养病居住。嘉贵人，是本宫错怪了你，难为你一片心，事事为本宫思量。臣妾自当年嫁入前邸，能在这后宫有立足之地，无非是皇后娘娘照拂。否则臣妾什么都不懂，又是个不知忌讳的性子。说不定皇上早就嫌弃臣妾了。你的心思，本宫都知道了。好了，别跪着了。谢皇后娘娘。宜贵人那里闹了蛇。双喜，主儿，宜贵人那儿的蛇，别是你那儿跑出去的？不能啊！奴才养的都是无毒的蛇。再说了，奴才竹篓里的蛇一条都没少啊。那就好，还是把你的蛇扔了吧，省得旁人疑心咱们。是。来，主儿，听说宜贵人被蛇一下挪去了贤妃宫里。挪去了贤妃宫里？除了皇后照顾有孕嫔妃，自然是本宫分劳，哪轮到她惹人嫌？真是越俎代庖。主儿，东西得了吗？按照主儿的吩咐，奴才得了一些突然景阳宫的油彩。下去吧。这。海兰，你看看这些油彩有什么奇怪的？姐姐，这油彩里面混着蛇眉脂的味道，我从小在乡间长大，对这个味道挺熟悉的。只是，姐姐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我今日命景阳宫撒了雄黄石灰，谁知至我离去的短短2个时辰，已见数条毒蛇遁走4窜。我这才想起，景阳宫因宜贵人玉玺，特意装饰华彩。不知是谁从中做了手脚，才引来这些脏东西。这内务府装饰景阳宫，经手的人可多了，此案难查呀。姐姐，你可要将此事禀告皇上？自然要告诉皇上。宜贵人就要搬来延禧宫暂住，在她平安生产之前，我们怕是有的仔细了。海兰，你心细如发，还得多靠你。姐姐你放心，我一定尽心尽力。卓，到喝坐胎药的时候了。这坐胎药的气味，我闻着就害怕，又不得不喝。
我总盼着有个自己的孩子。我也是呢，不喜欢这味道。皇后娘娘发了善心，咱们便多了件苦差事。你这是做什么啊？我既不盼望生子得女，也不盼望皇上的恩宠，喝着劳什子做什么呢？苦了舌头。海兰，你应该趁着青春正好，得个一子半女，终究也是个依靠。有了孩子未必是件好事。你看，玫瑰人生了孩子就遭弥天大祸，宜贵人呢，还怀着身孕呢，就不知道被谁陷害。我既没有这种防身的本事，还不如就安稳的过日子吧。可是姐姐，别可是了。我有了姐姐你呀，我便有了依靠了。这是三宝弄来的油彩，里边的蛇莓气味会吸引毒蛇。朕明白你的意思，修饰景阳宫是嘉贵人提议，也是皇后的意思，皇娘也应了她。这兴师动众，却惹出这般的祸事，朕即便要追查，可是皇上是不是怕经手的人太多了，便查不出来了？如意啊，宜贵人住在你的延禧宫，朕很放心。你这般的细致，一定会照顾好她，不会出任何意外。玫瑰人的孩子已经这样了，朕真的不希望再有任何波折了。臣妾定会照顾好宜贵人的，请皇上安心。臣妾听得二阿哥得了哮症，特来看望。正好前儿阿玛差人送来了一匣子冬虫夏草，给二阿哥补身最相宜。劳你有心了。皇后娘娘，太医怎么说呀？哮症这个病，也没怎么说。但愿宜贵人的孩子在胎里便能健康一些，不要像永莲这般体弱。贵妃娘娘留步。何事？贵妃娘娘今日来探望皇后娘娘，不只是为了送冬虫夏草而已吧？春光正盛却召不进咸福宫，贵妃是来请皇后娘娘做主的吧？知道还问？只是现在皇后娘娘心思都在二阿哥的病上，旁的怕都顾不上。嫔妾可真是羡慕宜贵人，若她生下皇上登基后的第一个皇子，皇后娘娘肯定要抚养，那这一胎皇子可就尊贵了。岂不成了半个嫡子？这宜贵人啊，就更是母凭子贵喽。二阿哥体弱多病，皇后娘娘膝下多一个养子，这是好事儿啊。皇后娘娘膝下多个皇子是好，只是眼下这宜贵人住在延禧宫，若是这贤妃又用了什么法子，就像抚养大阿哥一般，也抚养了宜贵人的孩子，那贤妃岂不又多了个皇子？若是这样，咱们连同皇后娘娘日后的日子，怕才就真难过呢。不必你在这儿挑唆，本宫与贤妃不睦已久，自然不会碎了她的心。而且宜贵人住进延禧宫，还不是你在皇上面前的主意。贵妃知道的，二阿哥病着，嫔妾不过就是为了皇后娘娘还有二阿哥着想。若是这宜贵人住在长春宫，与二阿哥养病不宜，况且宜贵人有孕在身，身体娇弱，若是出了什么事，这皇上是要怪罪的。不过这话说回来，若是宜贵人出些什么事，倒霉的也是贤妃，左右不干咱们还有皇后娘娘的事。
阿若的阿玛在您阿玛手下办事，要是他可以随时告知咱们仪贵人胎相的消息，那就好了。阿若，天色不早了，嫔妾先告辞了。去找小福子来。哎，等等，这什么呀？哦，仪贵人怕冷，这是给仪贵人驱寒用的红罗炭，刚从景阳宫送来。不错。这宫里早没了炭火，只有我们家主子还在用，皇上特许的。打开看看。啊，好，送进去吧，找个角落里放好啊。多谢贤妃娘娘，这儿可真是精致。说不上精致，地方狭小，你只能带一些随身的物件，其余的先留在景阳宫，随时去拿便可。这香包里面塞的都是香草，驱虫用的。定是海贵人手巧，劳心劳力为我做的。仪贵人可是孕中怕冷，才点了这么多炭盆。是，嫔妾已叫人多端了些炭盆来取暖。可是这个炭有点呛人。贤妃娘娘宫里早停了炭盆，难免有些闻不惯吧？嫔妾这儿点着檀香呢，闻着倒不觉得呛人。你闻得惯便好。主儿，您该喝安胎药了。仪贵人，你这安胎药的药方和药渣能否让我带回去查一查？贤妃娘娘是觉得这药有什么不妥？那嫔妾不喝了。不是不是，你现在住在延禧宫，你的衣饮衣食我都得格外仔细，只是小心，并非说药有不妥。多谢贤妃娘娘关心。后面人跟紧点。索性，什么声音？慢着，这是什么？回主的话，这是御膳房送来的新鲜鱼虾。贤妃娘娘，奴才是小福子的兄弟小路子，仪贵人玉玺想吃些新鲜鱼虾，这些个都是御膳房特地为仪贵人准备的。我看看那桶。一向都是你送的吗？一向是奴才经手。送进去吧。这。主，仪贵人的安胎药方和药渣，不如交给奴婢去检查。你找的太医可靠吗？可靠。姜太医是奴婢的家乡旧识，他虽然官职卑微，不过奴婢相信他的医术。你是相信他的医术，还是相信他的人？主，看来我不必为你找婆家了，你已经找到心上人了。奴婢不敢。你让他在太医院好好做，有朝一日会成全你们的。
环心在。之后宜贵人的膳食一并要由嬴政试过。是，贤妃娘娘。贤妃娘娘如此小心，为了你们母子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请主们用膳了。主，今儿的菜色共8品，有琵琶大虾、绣球干贝、炒珍珠鸭、乃汁鱼片、鲜蘑菜心、玉笋蕨菜、砂锅煨鹿筋和金腿烧鱼圆山鸡汤。这些鱼虾都是发物，吃这么多，宜贵人不怕会生痈疮吗？都说有孕时多吃些鱼虾，孩子聪明。为了孩子，生点痈疮算什么？这些话都是哪儿传出来的？玫瑰人也爱吃鱼虾。就是玫瑰人那会儿，我听纯平娘娘跟嘉贵人说过，就记着了。哦，纯平有过阿哥，想必这话不会有错。臣女富察氏在中司门下祈愿，臣女愿意折寿20年，换得爱子永莲孝正早愈，平安康健，一生无灾无恙。永莲还小，受不起这孝正之苦，就让臣女带永莲来承受吧。皇后，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来，朕问了你2次，永莲如何？你说无妨。可朕方才听你说，永莲得的是孝正。臣妾不敢以儿女之事屡次惊扰皇上。皇上，可期太医说永莲竟得的是孝正，臣妾真的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李煜，你去告诉贤妃，不必等朕了。皇后，朕陪你去看永莲。来。皇上，太医说了，永莲的风寒已无大碍，只是孝正怕是无法根治。是臣妾无能，永莲的孝正是胎里带来的弱症，臣妾无颜见你，更对不住永莲。皇后不必过忧，朕会让太医院的人好好给永莲医治，便是不能根治，细细调养，也会保她无碍。可永莲是嫡子，得了孝正，又如何可以习武骑射？只能一辈子安安静静的。永莲能修文治天下，照样是朕和你心爱的孩子。只要永莲能好，臣妾愿意长跪安华殿为她祈福。朕的心里啊，对永莲有无限的寄望，她一定会没事的。酒也凉了，菜也凉了。阿若，你去热热吧。请贤妃娘娘安。皇上是不来了吧？皇上见皇后娘娘在中司门前为二阿哥祈福，皇上关切二阿哥康健，所以去了长春宫，还请贤主不必等候了。皇上爱子心切，本宫明白。贤妃娘娘，我们家主有些头痛不安，您若是得空，可否去看看？我现在就去，你去请许太医。是。许太医，我已满3月身孕
按理说这胎相已经稳定，可为何常常感觉头痛难眠，夜不安枕？贵人无恙，只是头回有孕，上火厉害，也属常事。宜贵人嘴角生了痈疮，本宫已经备下了白菊茶。贤妃娘娘细心，微臣会再开些清凉下火的汤药，贵人只要按时服用即可。多谢太医。索性，带许太医去旁边开药。是。宜贵人，或许是你房里日夜点着炭盆，干燥，才会头疼上火的，不如灭几个。自从有孕后，身上总觉得寒沁沁的，嫔妾可离不得这些炭盆，若再加几个才好。小福子，哎，主，再添2个便够了。奴才已经烧上了，等火再旺些就端进来。余昭明堂，明堂孔阳。余昭明堂，明堂孔阳。圣皇宗祠，木木煌煌。圣皇宗祠，木木煌煌。上帝宴享，五味时序。永莲，不打紧吧？皇额娘，这诏明诗选上有很多字，儿臣都不识得，所以皇额娘慢慢教你啊。永莲，你皇阿玛最喜欢诗文，你不可不学作诗啊。二阿哥的病还没有好全，不宜太过劳累。女儿何尝不心疼啊？可是永莲病下这些日子，功课比永皇落下不少。作为皇子，他本来已经不能习武骑射了，那读书之事就更不能荒废了。儿臣听皇额娘的话。娘娘，二阿哥该喝药了，拿过来吧。永莲，我们喝完药再读啊。苏莲，二阿哥得了这病，实在是可怜呐。宫里有的是好太医，夫人莫急。我怎么能不着急呢？嫡子病弱，诸子与其母就会不安分，皇上也会怕孩子难养，就会动了立别人为太子的心了。现在宜贵人又有了身孕，若是个皇子，那可是皇上登基后的第1个孩子，格外吉祥尊贵。哦，皇后娘娘想抚养宜贵人之子。娘娘如今有了成算，这也算是一个依靠。可是大阿哥总是咱们二阿哥的威胁。是了，大阿哥有贤妃这个养母，若是二阿哥总病着，皇上多半会考虑大阿哥的。您不知道，如今皇上对大阿哥可关照了。皇上对大阿哥另眼相看，那是因为对贤妃有情分。若是没有贤妃，大阿哥便不能那么出挑。你在皇后身边，一定要为娘娘分忧解劳。奴婢记下了。千载吾将不喜悲。
亲，这诗写的是项羽。是你皇阿玛读项羽本纪后，感叹项羽英雄末路，自刎于乌江写的诗。永华，你好好读《史记》，再熟读御诗，皇阿玛一定会特别高兴的。儿子跟随母亲多日，才知道母亲的字写得这般好。永华，有什么本事呢？不要让旁人一下都看穿了。旁人不知道的，有一天也许就是你的傍身之技了。儿子明白了。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，不好了，我们家贵人见大红了。怎会如此？有了晚上之后，主便开始腹痛，因为主每常也有腹痛之时，奴婢还以为不要紧。许太医请了吗？已经去请了。永华，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往宜贵人那儿去，听到吗？是。宜贵人，姐姐，宜贵人昏死过去了。宜贵人，怎么会这样？世子送来的这副耳坠可真好看，红宝石最称主了。你看这蝴蝶都栩栩如生的，奴婢要不要给主换上？主儿，主儿，延禧宫终于出事了。是吗？又有贵子生不下来呀。走，咱们去瞧瞧。主儿，快，劳驾！贤妃娘娘，奴才在腹中没了动静。哎呀，快，毛巾！贤妃娘娘。你醒醒，主！我们每天跟他在一起，不都好好的吗？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在照顾他，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呢？贤妃娘娘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微臣只能用药催下宜贵人腹中的死胎，以免留在母体中，连宜贵人也保不住。为什么？微臣也不知道，只能等催下龙胎后，才能诊断。请贤妃娘娘，海贵人挪动玉步，稍后消息。皇上，你要不要去看看宜贵人？皇上，朕不敢进去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朕的孩子又没了？为什么朕登基以后，一个孩子也活不了？是不是老天爷在惩罚朕？惩罚朕虽得了九五之尊的尊荣，
却失去了父子的天伦之乐。皇上，你已经有了3个阿哥了，还会再有的啊！